每当我们在看外国电影时，经常会看到里面的角色，大部分都是华丽的装扮、精致的妆容、一头金发鹰鼻，这让我不禁萌生一个想法：难道外国就没有丑的人吗？原来不是哦，在欧洲意大利就有一个小镇，他们说不够丑都不敢踏入这个小镇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被称为世界丑人之都的皮奥比克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。在人均精致一直没有停止追求美的欧洲，长得丑的人反倒是一种被弱化、被传统主流文化消解的存在。金发碧眼、高鼻梁、深邃的眼睛、鹰钩鼻，是不是少一个特征就会被视为丑呢？位于意大利的皮奥比克镇坐落在两座山脉之间，错落有致的房屋在山谷中拔地而起，属于美丽的中世纪小镇。周围是茂密的森林，还有河流，到处是宏伟的石头建筑，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世外桃源。那这么漂亮的地方为什么和丑有关系呢？据说你在进入小镇门前，你会看到旁边竖立着一张警告牌，写着你即将进入丑陋区，一不小心就会遇到世界上最丑陋的人。而且在这个城镇里还有一个俱乐部叫做丑人俱乐部，该俱乐部的主席拉科贝里说：我长得很丑，我的鼻子又小又塌，但是如果你问我，我会觉得越丑越好，因为在这里你说他们美的话，他们可能还会翻你白眼，表示不高兴呢。不但如此，当地还有一条不成文的传统，那就是当居民在电视上看到美女如云的画面，就会立刻转台。原本这个小镇只有2000名居民，但其所设立的丑人俱乐部却吸引了来自全球的3万多名会员。至于生活在该镇的居民，与一般意大利人给人优雅、迷人风情的印象完全不同。在这里，他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，不需要顾虑形象，也丝毫不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。拉科贝里还说，在我们这里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丑，因为丑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。但如果你再深入一点去挖掘这个小城镇的历史，你会发现它背后其实是个很悲伤的故事。前面我提到，这个城镇是坐落在2座山脉之间，由于大山的阻隔给他们带来了交通的不便，导致当地的居民失去了很多的工作机会，所以一直以来皮奥比克人只能做些与伐木和煤矿相关的工作。再加上长期的阳光不足、粮食缺乏以及不完整的医疗条件，造成该镇的居民大部分都长得十分瘦弱，脸色苍白。因此，外貌丑陋的皮奥比克人在美丽至上的意大利人看来，他们就好像是一生下来就犯了错。1879年，当地有128名女子因外貌问题被嫌弃而无法结婚，于是当地人一怒之下鼓起勇气成立了丑人俱乐部，尝试反抗传统主流的审美，同时为所谓的丑人介绍对象充当婚姻介绍所。自此之后呢，他们开始崇尚丑陋。在小镇里，你走在路上，随便都会看到丑人俱乐部的标志。一个拿着烟斗的男人斜躺在山坡上，上面写着这个字我就不念了，因为我不会。大概的意思就是指丑陋是美的，美丽是奴役。2007年，皮奥比克人在镇上的广场摆放了一个丑人雕像，然后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日，当地的居民都会举行丑人节。在这个盛大的庆典里，他们会进行一些活动，比如说投票选择这个俱乐部新的主席、新会员登记、一起享用当地的美食等等。这样的举动让我不禁感叹，原来在一个如此重视外表的国家，却有一群人一直在某个角落里努力地向世界证明真实的自己比
任何事情都来得重要。除此之外呢，他们还会举行1年1度的选丑大赛，颁发不美奖。在意大利语中 non bello 就是不漂亮的意思。同时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成为丑人俱乐部的会员门槛也越来越低。你只要上网填写表格，随后资深的会员会根据申请者的样貌进行丑陋程度的判断和排名。不过其实不一定要长得丑，因为俱乐部更加关注的是个人的价值观和内在的美丽，而很多人也因为这样的价值观念被吸引才加入的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这个与众不同的观念已经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。如今，所谓的世界丑人协会已经拥有来自全球25个分会的3万多名成员。其中一名成员 Brew 非常可爱的说道在他的会员证上评定的这个等级居然为不够丑，这让他哭笑不得。据说在每个意大利人的心中都有一种美学，包臀裙、高跟鞋、风衣、身穿名牌就与正欲挂上同等号。洛杉矶时报曾做过一篇意大利人对美痴迷程度的报道，例如一名16岁的少女被母亲带到美容院询问抗衰老的问题，上门的水管维修工人看上去比美国高管穿的还好，连在街道上打扫的清洁女工妆容也要精致，不说你还以为她是要去走秀的时尚模特。意大利最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弗朗哥曾说过，美丽的外表和足球是所有意大利人都信奉的2样东西。由此可见意大利人快被这种美学淹没了，他们喜欢用美丑来定义事物的好坏。可想而知，你不太可能看到一个意大利女人在公众场合穿一双白色的网球鞋，正如一个意大利男人不会在炎炎夏日穿着一条短裤。为了保持外貌和身材，78%的意大利人会在午餐选择水煮蔬菜，只有不到18%的意大利女性被国际肥胖特别工作组认定为肥胖。同样的调查放在美国人身上却是占了34%。然而丑陋俱乐部并不是反对美，相反的，该俱乐部成立的宗旨是要消除对于美学的盲目追逐和崇拜，并且帮助在这世界上那些一直受到外貌歧视困扰的人重建自信心，接纳真实的自我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遭受不公审美的人群，但不可否认，大部分人都喜欢欣赏美丽的事物，就像你走在路上看到帅哥和美女都忍不住望多2眼吧，这其实没有问题。重点是有的人确实是会带着有色的眼光看待别人，甚至总是以貌取人。难道好看的人能力就一定比较强吗？长得不好看的就需要被世人谴责吗？关于这些我并不认同，因为我不但不觉得皮奥比克症的人丑陋，反而在我眼中努力去捍卫自己的他们在发光发热。我想给那些被歧视和攻击的人说一些话，你要相信你很好，你没有错，错的是那些攻击你的人。每个人的审美观都不同，你可以不喜欢，但最起码的尊重是不要说出具有攻击性的话。如果连你自己都不尊重人，那就别怪他人不尊重你咯。如果这丑陋的世界真的容不下你，就去皮奥比克镇走一趟吧，我相信他们会发自内心接纳所有人。好的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请继续支持优质内容创作者，我是马来西亚的小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近年来有很多游客来到文东，除了游山玩水，便是到这里吃榴莲了。所以每当榴莲飘香的季节来临，位于文东仙梦的情人瀑布就开始变得热闹起来。然而在2010年的7月，这里却发生了一宗青年不小心掉入河里失踪的事件。当时不少住在附近的居民都参与了打捞身体的行动，大约在1个星期后找到了青年的遗体，但也传来了参与行动的几位居民都染上了不知名的怪病，像是身体感觉忽冷忽热，没有胃口、肌肉酸痛，甚至双脚无力行走等等，更严重到夺去6条人命。